竞技场的决赛终于开始了。首先入场的是萨博假扮的露西，紧随其后的是巴托洛米奥，然后是黑胡子海贼团的巴基斯，最后出场的是一直遭人唾弃的雷贝卡。而接受这4人挑战的，则是唐吉诃德家族最高干部之一的迪亚曼蒂。他是斗牛竞技场战斗淘汰赛的运营者，也是最早追随多弗朗明哥的元老之一。由于唐吉诃德家族对外的运营，让国民相信多弗朗明哥领导下的这个团队是德雷斯罗萨的拯救者，因此迪亚曼蒂被人称为英雄。他一出场立刻引起热烈的反响，全场为之轰动。这时场外几名剑斗士向擂台冲过来，他们是地区的参赛者，因为对雷贝卡获胜这个结果不服气，所以跑过来闹事儿。竞技场的老大迪亚曼蒂一点不惯着他们，挡在几个人面前。3人拿着武器冲向迪亚曼蒂，手中的武器撞在了迪亚曼蒂的斗篷上，好像撞在了铁板上一样，将3人弹了回去。接着迪亚曼蒂举起手中大宝剑，宝剑卷成一个牛头之后，突然变得坚硬无比。迪亚曼蒂操起牛头剑，将闹事者直接打飞。迪亚曼蒂是吃了飘扬果实的旗帜人，可以任意将软的东西变得如钢铁般坚硬，还能将硬的东西变得如丝绸般柔软。而在决赛擂台上，不仅有迪亚曼蒂这种狠角色镇场，水中的斗鱼也换了一批，与淘汰赛安排的斗鱼区别很大。这些斗鱼全都是各个斗鱼群的老大，攻击力更强，性情更凶猛，更加嗜血。最重要的是，藏着烧烧果实的箱子就绑在其中一条斗鱼的背部。主持人拿过麦克风，慷慨激昂地宣布，最终决战即将拉开序幕，包括迪亚曼蒂在内的5名豪强将展开生死淘汰赛。到底烧烧果实最终会花落谁家呢？叮，锣声响起，战斗开始。巴斯汀率先出招，他攻击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他认为威胁最大的草帽路飞。萨博假扮的路飞一跃而起，不与巴基斯纠缠，而是沿着擂台边缘奔跑。一开始大家不明白萨博的用意，几分钟后巴基斯反应过来，这小子是在故意吸引斗鱼，他想直接抓住那条背着烧烧果实的斗鱼。第一条斗鱼被萨博吸引上来，从水中跃出后直奔着萨博冲撞过来。萨博灵活躲开，看了一眼斗鱼的后背，不是这条。第2条斗鱼很快袭来，萨博躲开后瞄了一眼，还是没有烧烧果实。水中又一条斗鱼冒出头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过去，因为这条斗鱼的背后绑着一个箱子，没错，就是它了。背着烧烧果实的1号斗鱼，在这条斗鱼的左右，一大群斗鱼好像护卫舰一样跟着浮出水面，向擂台冲来。斗鱼们如同受到了某种指示一样，一起从水中跃起，向擂台上的选手们撞过来。不过对于站在擂台上的这些人而言，应对这些斗鱼还是绰绰有余。雷贝卡一眼瞄准了拖着烧烧果实的1号斗鱼，看准时机后举起长剑一跃而起，对准斗鱼身后的铁链砍了下去。结果手中的长剑因为出力过猛从手中掉落，而斗鱼背上的铁链却毫发无损。萨博一个箭步追了上去，轻松跳到了1号斗鱼的身上。迪亚曼蒂立刻做出反应，将自己的长剑刺向萨博。萨博用手中的水管一棍子敲断了迪亚曼蒂的剑。等在萨博前面的还有同样觊觎烧烧果实的巴基斯。巴基斯摆好了架势，右手由于蓄力不断的颤抖。巴基斯盯住萨博，瞅准机会一击必杀。萨博躲也不躲，直接用自己的龙爪硬刚巴基斯肘击。2人僵持几秒钟后，萨博的龙爪硬生生的掏碎了巴基斯的手臂护甲，狠狠挫了巴基斯的嚣张气焰。另一边，工厂通往玩具之家的升降梯中，雷宾突然袭击，在狭小的空间内瞬间干掉了守卫，但是他忽略了藏在守卫中还有一个棘手的人物——迪安曼蒂战斗军团的干部拉奥 J。雷宾一个反应不及时，拉奥 J 已经突袭过来，一拳将雷宾击倒。说来也巧，拉奥 J 本来是乘错了升降梯，结果却鬼使神差的碰见了正要潜入王宫的雷宾等人。那么仇人见面肯定是一场殊死搏斗了。眼看升降梯就要到达王宫了，雷宾等人却怎么也无法突破拉奥 J 的防线，除了被揍就是干着急。叮的一声，电梯到达王宫城第1层，电梯门刚刚打开，拉奥 J 就一脚将雷宾踹了出去。路飞3人在紫罗兰的带领下，成功通过秘密通道来到了王宫大院。几个人悄悄向外面看了一眼，发现一个巨大的门前有许多守卫守在那里。紫罗兰告诉他们，这里是王宫底部的外壁塔入口，想要进入王宫内部找到多弗朗明哥，他们还需要继续向上爬。不过幸运的是，外壁塔的秘密隧道紫罗兰也知道，他带着几个人向秘密隧道赶去，特别交代千万不要引起骚乱，如果惊动了干部，尤其那个叫做皮卡的最高干部，他们就举步维艰了，甚至见到多弗朗明哥都很难。紫罗兰带着几个人走了几步，回头一看，路飞居然不见了。蓝色妖精探出头来，向前一指，他在那里。大家向前方看去，只见路飞一个助跑跑向大门前，接着一个军人手枪将守卫连上大门直接轰飞。紫罗兰几个人都吓傻了，见过白痴，没见过这么白痴的人。没办法，骚动已经引起来了，只能硬着头皮冲了。路飞脱掉了乔装的衣服，带头向王宫顶部冲去。守卫们看到路飞身后的草帽，一下子将他认了出来。
警报在整个王宫城内响起。明哥听到警报声后，立刻看向动游竞技场的转播视频，一头雾水之后，他额头上爆出青筋。草帽路飞入侵到了王宫，那么这个在竞技场中打架的人是谁？路飞等人冲进王宫走廊，直接就各种武力全开。警卫们想尽快找到玩具之家，救出同伴看侍郎，于是先行告别路飞等人，与蓝色妖精一起向王宫下层的玩具之家奔去。索罗兰带着路飞和索隆一路沿着楼梯向顶层奔去。三人来到一层的走廊，突然走廊上的蜡烛全部熄灭，整个城堡晃动起来。路飞看到一个墙壁上鼓出一个大包，大包越来越大，居然是一张人脸。他就是吃了炎炎果实的岩石童话人，唐吉诃德家族最高干部之一皮卡。巨型皮卡一拳头锤下来，好在路飞等人躲得快，否则被这一拳头锤到，直接就被捣成肉酱了。路飞火了，直接开启二档跳过去，一顿机枪乱打，很快就把巨型的岩石巨人打成碎渣。但是最高干部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被干掉呢？路飞三人刚要继续前进，前面的地面上鼓起一个巨大的手，皮卡再次出现。泽罗兰解释道，皮卡可以同化一切岩石，也就是说只要他们在城堡内，就完全处在皮卡的支配之下。皮卡直接将整个地砖掀了起来，地砖如同海啸一般，呈排山倒海的气势压了下来。索隆拔出三刀，一招800烦恼风将地板砍碎。不过只要皮卡本体在，整个城堡就是活的，不管是岩石还是地砖，都会无休止的骚扰路飞等人。索隆站出来，让路飞和索罗兰先走，自己留下来会一会这个岩石混蛋。皮卡驱动岩石去拦截路飞，索隆耍起三刀，不断的将皮卡的岩石攻击砍碎，岩石好像用之不尽一样，源源不断的涌过来。索隆意识到了一件关键的事情，自始至终与他作战的都不是皮卡的本体，皮卡应该还藏在某个地方。皮卡的能力让整个城堡都扭曲变了形，警卫门这边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他本想通过楼梯向下去寻找玩具之家，结果城堡扭曲后，整个楼梯变成了向上盘旋的趋势。蓝色妖精冒出头，告诉警卫们，想要向下，必须先要向上面走，只有到达上面的王宫城，才能乘坐唯一的升降梯到达底层的玩具之家和工厂。可是向上也是有风险的，因为上面的守卫多如牛毛，就算警卫们再厉害，也无法突破那些守卫。警卫们想了想，想到一个好办法，骗过守卫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被他们发现就可以了。警卫们用自己的能力给自己变了一身多弗朗明哥的衣服，这样一来就可以接近完美的乔装，将守卫糊弄过去了。弗兰奇这边正在和干部奶嘴哥与大胡子大叔对峙，海军却突然跑过来凑热闹，对准弗兰奇就是一顿扫射。弗兰奇根本不虚，这种程度的攻击对他造不成任何伤害。奶嘴哥不乐意了，他没有趁机攻击弗兰奇，而是站出来斥责海军凭什么在这里撒野，插手他的战斗。海军中将巴斯解释道，明哥和藤虎大将已达成协议，他们可以插手岛上的事情，目的就是逮捕草帽一伙。奶嘴哥觉得很不服气，但是他不敢反抗明哥，于是跑回去往躺椅上一躺，看热闹。弗兰奇的目的就是把事情闹得越大越好，所以他根本不怕海军找麻烦。况且海军每一个都弱的一批，打架也没有什么好怕的。弗兰奇用左手的机关枪对着海军反击，接着又放出火箭弹，对海军一顿狂轰滥炸。海军使用新型武器燃烧弹，几枚炮弹打在弗兰奇身上，一下子烧了起来。就算是铁人也绝对无法忍受这样的温度。果然，弗兰奇燃烧后惨叫起来，在地上不断的挣扎。海军露出喜色，看来攻击奏效了。骗你们的！弗兰奇站起身，哈哈大笑。这种玩具怎么可能对付得了我？老子既不躲也不藏，放手大干一场吧！海军，奶嘴哥在后面看得过瘾。这个铁人一个人单挑一群海军，居然毫无惧色，看来也是个有骨气的狠角色。弗兰奇将海军小兵轰飞，巴斯中将站了出来，准备与弗兰奇单挑，但他依然不是弗兰奇的对手。奶嘴哥咂嘴，海军果然很废，将敌人交给海军，等同于做无用功，还是自己亲自动手吧。乌索普和罗宾以及雷欧等人潜伏到了干部塔外面，偷窥到了托雷波尔和砂糖在房间里。砂糖有一个癖好，就是特别喜欢吃葡萄，一天到晚吃个不停。雷欧他们就特意做了一个和葡萄外表一模一样的辣椒球，里面是用世界上最辣的辣椒研制而成。在多塔泰家族50人的实验中，吃下这个东西的人100%都会晕厥，其中有18人差一点挂了，威力喜人。雷欧打算将这个辣椒球放在砂糖的篮子里，让砂糖吃下去，砂糖就会晕倒了。乌索普给雷欧比了个赞，去吧雷欧，我从精神上支持你。心里想的是，如果事情不好，我就开溜。雷欧双目坚定，抱着辣椒球准备突袭。在砂糖发出尖叫的一刻，就是全国的玩具变回大人族的一刻，也是所有人找回失去记忆的一刻。多弗朗明哥犯下的种种罪行，也会在此时此刻被揭发出来。雷欧大声道：“我这就去解救同伴，夺回德雷斯罗萨。”乌索普悄悄探出头，偷窥砂糖和托雷波尔。唐吉诃德的干部到底能有多强呢？一只苍蝇替乌索普寻找到了答案。当苍蝇飞进房间的时候，托雷波尔随手甩出一把鼻涕一样的东西，直接将厚厚的混凝土墙击出一个大洞，苍蝇直接倒地死亡。这看起来信手拈来的一击，包含了破坏力、准确度。由此看来，这个家伙强得太离谱了。乌索普给雷欧比手势，劝他放弃。雷欧以为乌索普在给自己加油，比了一个赞，然后拿着辣椒球出发了。单纯论速度的话，雷欧还是很有信心的。
就算托雷波尔能一击必杀苍蝇，也未必能够打中自己，自己的速度可比苍蝇要快得多。雷欧瞄着砂糖手中装着葡萄的篮子，脚下的速度越来越快，从后面看去就像是一个小小的黑色闪电一样。突然，罗宾发觉到事情非常不妙，立刻用果实能力出手将雷欧抓住。雷欧很不理解，罗宾告诉雷欧，刚刚自己查看了被托雷波尔打死的苍蝇，这么小的东西居然被一击击中了眉心。由此可见，托雷波尔的动态视力绝非一般。如果雷欧贸然偷袭砂糖，估计会被托雷波尔轻易干掉。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将托雷波尔从砂糖的身边引开，然后再将辣椒球偷偷放在砂糖的葡萄篮子里。罗宾假扮成守卫的传令兵，向托雷波尔报告交易港发生剧烈冲突，请求支援。托雷波尔将干部塔锁死之后，跟随罗宾外出。干部塔内，雷欧和同伴们以极快的速度换掉了砂糖篮子里的葡萄，但是砂糖根本没有上当，他很轻易地分辨出了假葡萄，随手挑过来扔了出去。雷欧情急之下直接跳出来，正面挑战砂糖，告诉砂糖，我们就是来让你晕倒解救同伴的。砂糖装作无辜的样子，我根本不认识你们的同伴呀。雷欧很轻易的就相信了。乌索普在后面提醒道，别被骗了呀，他说的是假话。雷欧恍然大悟，立刻指挥同伴们进攻砂糖，但是他们实在太小看砂糖了。面对速度奇快的小人族，砂糖丝毫不慌，丢掉葡萄篮子，几巴掌下去，将攻上来的小人族都变成了小熊玩具。砂糖很轻易的就猜到有人潜入进了干部塔，于是面对这些小熊玩具，立刻干掉所有潜入的敌人。由于这些人被变成了玩具，雷欧等人立刻丧失了对他们的记忆，把他们当成是敌人。双方对峙起来，准备展开大战。砂糖趁机用电话通知了托雷波尔，这是一个骗局，赶快回来，你这个白痴！托雷波尔一愣，罗宾已经跑远了。托雷波尔用极快的粘液喷射将罗宾抓住，却发现这是个分身。仔细想想，这个女人有点眼熟，是草帽团的那个家伙。意识到被骗的托雷波尔勃然大怒，抓起一艘刚好的海贼船，直接砸在了干部塔上。寺庙工厂中5个被囚禁的小人族被关在这里，吃着发霉的食物，干着繁重的体力活。因为多纳塔族被称为是可以培育一切植物的种族，所以培育人造恶魔果实的任务就自然的交给他们完成。这里的守卫们为了让小人族能够死心塌地的干活，就欺骗他们说他们的公主染上了重病，大人族们一直在帮忙照顾，这让极为单纯的小人族们十分感激他们，心甘情愿的拼命工作，报答大人族的恩情。我是谢梦君，咱们下期见。